Hello，新浪娱乐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徐凯，也是《天都异闻录》中的史无名。Hello， 各位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魏哲鸣，在《天都异闻录》里饰演的是苏雪楼。这是我史无名生活中的一些变装，这是条件比较好了之后的一个装扮。也不能说条件好坏吧，就刚开场可能会偏向，比如说麻或布那种比较粗犷的感觉。这位他就来介绍吧，很豪华，很豪华，也不至于。官服，也算是听风卫首领服，外面会有一个披风。其实这也是偏后期的时候把面具摘掉了，正常情况下前期的时候为了隐藏身份。我觉得史无名他是有旁人没有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他的记忆非常好，那么他的逻辑也非常强。他有一个像福尔摩斯一样，能够根据现场的痕迹带观众到另一个蒙太奇的画面，他可以穿回那个现场去推断他的逻辑是怎么样的，然后再回到现实中，告诉他凶手应该是怎么样1、2、3、4、5。苏雪楼作为首领的时候，他的武器也是比较丰富，类似于有首领剑，还有阴血剑。再到后来大战的那个时候又换成了双枪。另外他可能打戏又比较多，包括像威亚的使用的时候，也会像滚筒洗衣机一样不停地转圈圈。这些算是武力值方面的一些，我之前可能没太经历过。那这部戏也是过足的瘾的一个方面。那另外可能我觉得对于苏雪楼来讲，他在跟史无名的破案过程当中，应该算是兄弟们之间吧，去起到一个首领的带头作用，同时是，真心的能够希望听风卫的每一个人都能好，有点像一个大家长一样。对。史无名的脆弱，那么肯定就是他爹是被韩渊致死的，然后他整个家族门派被灭门，通敌叛国什么的，然后他要寻找一个真相，那他就不得不隐藏自己的一个真实身份，去闯荡江湖，哪怕潜入听风卫。我觉得这是他最脆弱和敏感的地方，因为两个人身上都背负那种家国情怀。另外一个就是，你像包括他要查清父亲当年冤死，对于苏雪楼而言，更多的是苏家被灭门，也是牵扯到其中。那最让他我觉得痛苦不甘的一点，就是他好不容易从那个痛苦之中把自己抽离出来，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挚友。那这个挚友也是打破他心理防线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他让他从一个非常冰冷和孤单的人，变成了似乎是感受到，原来拥有了友情之后，可以有更多的力量去查清当年的真相。当然最破防的就是知道了，没想到你是杀父仇人的儿子，所以他有了这番以后，也会让两人的这种兄弟之间的感情有了一个升温。会真正看清楚，原来他是可以帮助到听风卫，可以帮助到我成长为更好的一个人物的一个朋友之间的感情，所以反而是会让这个两个人物之间都产生了更多的共鸣，情感上也会有一个升华。打篮球或者打游戏还可以，打篮球打游戏还行。一想到我的特长，我就没什么地方能打败史无名。那肯定是营销的好手，对吧？因为他这个人物会让人感觉更能说会道一些，而且也比较能够笼络人心，可能放在酒楼里面，一定能把酒楼经营得很好。给我们做一下酒楼的宣传。是，律师事务所、侦探社，侦探社差不多，这都可以。我肯定是吃啊，是啊，看着史无名做这些东西嘛，因为我不会。如果要是这样设定的话，不是他俩在忙，我俩在打球。那他是监管的。对，我们可以监管，没错。坐在幕后，当幕后的大佬。刚开始围读的时候，会觉得他比较腼腆，因为一开始也没有过多的说，也不是很了解。但是随着拍摄会越来越多以后，发现其实他对待工作的时候也很认真。那私底下又是有点小男生的那种，比如说偶尔会在现场开一些玩笑，然后会让现场的气氛也比较热络一些，也会偏向于有点像史无名那种偏义的那种感觉。因为之前都是荧幕形象，古装男神，然后打戏也很精彩，尤其是他对待动作戏自己的一些感受，然后灵活运用，怎么能让这个打戏的动作会变得更加帅气？这方面确实能帮助到很多。
我的印象就是，其实我们一开始真的比较少交流，对，包括化妆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一个化妆间，我就发现他老爱看那个 NBA，还只看火箭，对，然后我以前也很爱看。那我就知道，那一个爱看 NBA 的人，那他大概率不能说完全，99%会打球了，对不对？也喜欢打球，所以我们就约好了打球啊，然后就问他那个最近火箭队怎么样，现在谁是主力，什么什么的，又问杜兰特怎么样，因为杜兰特我也很喜欢，对，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聊。男生好像一般都是游戏啊、球鞋啊，对吧？打篮球这些，然后慢慢就熟络起来。对，然后问到游戏也玩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聊。对，那么剧中哲明他对他的角色，包括有一些词也好，细微的东西也好，他的词就比较难一些，就比较古、比较板，所以呢，他会比较非常认真的去深究这个，包括动作也是。我看他那个滚筒洗衣机也好，就我拍这么多年打戏，我没看过这种，就我在旁边看的，我都觉得很难受。就是人在那里转啊、飞啊、转啊，衣服又长，袖子又长的，一遍一遍在那来，能感受出来哲明这部剧就是想把这个打戏发挥到最好吧，肯定是。对，因为真的是他那动作确实不是简单的5个键飞个威亚，就他那个东西是比较难，没有个4、5遍是不可能玩顺的那个。延禧攻略，我那是最早的嘛，但是很少有男生真的是扮上那个装扮能这么好看的。包括我妈当时看完之后，她说：“哎，这个男生挺帅啊。”对，还推荐给我。那你妈妈知道要和我们这个很帅的男生合作，有没有要签名照啊，或者什么？倒是没有，但是她觉得也蛮开心的。对，对，要签名照，这个我没想过。我记得我刚开始跟哲明说过，我说我在普院的时候见到过他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在普院拍的时候，我们会老散步或者在跑步，晚上收工了，刚好是傍晚。然后我就往前跑，看到前面一堆人，还有粉丝，还有活动什么的。我说是什么活动我不知道，我就伸个头，反正我们戴口罩帽子，我们凑过去看是什么活动。刚好就看到他，这么巧，插个口袋在背景板那站着。那应该是合作前没多久吧？合作前面没多久，我就跟他说，我那天在普院就见到你了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觉得非常互补，相互扶持，加起来有勇有谋了。然后大家的方向其实到最终的方向是一致的，复仇，而且还有很大的一个大义，就是要保护天下的百姓，免受玄风道的毒害。不光只是为了复仇，还要保很多东西。其实两个人的处事方式和生活习惯是完全不一样，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底色又是完全相同的。虽然看似一冷一热，但是内心最深处的那个渴望以及对于家国情怀的东西，他们是完全一样的，所以才会让两个人1+1大于2，而且互补。那在剧中呈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俩也是尽量希望能够有所不同，然后让这种变化能够有了对比，大家才能看出来，哦，原来两个人是这样的。那这样的两个人，他们站在了一条战线上，能够迸发出来的火花，以及能够带给在破案的过程当中呢，大家那种体验感也会更好。到戏外，徐凯和魏哲明是什么样的搭档？是一个想约球没约上的搭档，是一个虚拟的队友，虚拟的队友。对的，可能我们俩更像是畅想型的队友。我们在化妆间的时候会经常畅想，哎，他说《阿凡达》上来要不要去看？但是好像一直也是没有机会去。后来说，你看，你拿着手机，我深圳开了一个滑雪场，室内最大的全亚洲的那个滑雪场。对，但是也是相约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感受一下。对，因为滑雪、潜水那些都是我没有尝试过的，但是对于他来说，可能应该算是特长和强项。对，就是我们不断的再去规划，就是后面大家一起去哪玩啊，然后这个好玩，那个好玩，就反正讲完就没有这件事了。太迎合我，或者他跟我讲，我也答应。就反正下一次又是新的地方了，就没有人会说，哎，你上次说，没有人说。这属于画饼型的，对，画饼型的，对。你是在找我吗？Hello， 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慧雯，我在《天都异闻录》中饰演的是项城哥。那我们来一探究竟吧。
今天我们在这儿拍的呢是听风卫的一个主场景，叫风茶司，相当于是我们上班的办公地点。现在就是特别像我们上班的感觉，放在现在就是公务员。是的，我们就是那个时候的警察。这个剧呢，其实它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这样的故事，每个故事都不一样，主要是以探案为主，然后发现线索，找到我们的敌人。我的这个案件呢，其实是我姐姐被陷入到这个案件里面去，然后我因为我姐姐的问题加入了他们听风卫。今天这场戏说的是史无名这个角色，因为他妹妹的假死吧，大家都在聚会，然后他很沮丧，然后我过来安慰他的一场戏。向成歌他之前呢，其实是在那个年代的一个女镖师，她是有自己的一个队伍的，在一次运镖的过程当中和史无名认识了。然后呢，他也是因为姐姐陷入了这个案件当中，所以他就加入了听风卫去查他姐姐的案子。到后期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个玄风道非常的可恶，所以他就以小爱变成了大爱，正式加入听风卫，然后参与了更多的案件。然后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身穿搭，我的 OOTD， 我的这一身穿搭呢是这样子的。就是它是一个劲装，因为我在剧中有很多的打戏，我的佩戴的一个武器是一个红色的鞭子，但今天没拿来，那个是我的随身武器。然后像我这个袖口什么的全是劲装，方便我打戏。我的头发也是，就是马尾，这种马尾的就是我打起来也会非常的好看。那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张就陪大家到这儿了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希望你们玩得愉快。Hello， 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2号代班主持人贺楠。我在《天都异闻录》当中饰演的是可爱又迷人的正派角色小玉。想知道我们剧组还有哪些秘密的话，就跟我一起一探究竟吧。我们现在在的是一个横店的景区，叫凡城。这个景区主要是我们探案办公的一个地方。我的服装其实都有一点点民族风，因为我是南诏国的一个公主，所以从配饰上讲，可以看到，比如说我的摇铃、耳环，还有一些银的小挂坠。我首先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，所以我的衣服上的这些刺绣全部都是手工的，还有一些小玉石啊什么的。所以小玉就是那种很灵动的感觉，比如说只要我过来，你听，它就是会有声响，所以整个人就会感觉，只要小玉一出现，就是叮叮当当很灵动的感觉。我觉得我们是那种有一点点欢喜冤家的兄妹感觉。我曾经问过我哥一个问题，我说那你觉得在你心中谁是第一位？你怎么排序？我哥非常的斩钉截铁说，当然是小玉，因为亲情，尤其是在我们《天都异闻录》来讲，其实是很难得的，因为我们讲了大量的人性、贪婪这些故事，所以你就会显得这种真挚的情感非常的珍贵。回眸吧，因为我们很多视角其实都是在探案当中，从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视角发现了整个事情的真相，所以从我们4个人的角色出发，你会感觉我们整个剧都会那种你在侧脸，或者你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观看整个故事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4个人同时回眸也会很帅。那我今天的代班主持到这里就结束喽，拜拜。